亲爱的朋友，搜词风云是专注于分析和讨论那些引起台湾大部分网民关注的关键词和事件，从科技新闻到娱乐八卦，从社会事件到经济动态，无所不包。加入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背后的故事，洞察时代脉搏。我们的视频分为5段，分别为排名前5的台湾热搜词。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 Hot Search 1。樊振东在巴黎奥运会上的表现再次震撼了乒乓球界和体育迷们的心。在男单8强赛中，樊振东以4-3逆转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成功晋级4强。这场比赛充满了戏剧性和悬念，让我们来细细回味这场经典对决。比赛开始后，6号种子的张本智和迅速进入状态，以11-2和11-9连取2局，给樊振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2号种子樊振东并没有放弃，他在第3局中打出一段6-0的小高潮，最终以11-4追回1局。接下来的第4局，樊振东再次展现了强大的实力，以11-7将局数扳平为2-2。然而张本智和并未轻易认输，他在第5局再次以11-4取胜，局数上3-2领先。此时的樊振东已经无路可退，第6局成了他的背水一战。他稳住心态，以11-7将局数再次扳平，将比赛拖入决胜的第7局。第7局中，两人你来我往，一度打成7-7平手。最终樊振东连取4分，以11-7赢下决胜局，总比分4-3反胜张本智和，成功晋级4强。这场比赛之所以能成为热搜话题，不仅仅是因为樊振东的实力和技术，更因为他在逆境中的不屈精神和冷静心态。在面对多次落后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够保持冷静，逐步找回状态，最终完成逆转。这种精神让人感动和敬佩。樊振东的胜利也意味着中国乒乓球队在本届奥运会上的夺金希望依然存在。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运动员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的坚韧和毅力，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比赛更加期待。那么樊振东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否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最终夺得金牌呢？他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和感动？让我们拭目以待。你对樊振东的表现有什么看法？他能否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创佳绩？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见解。 Hot Search 2。潘威伦这个名字在台湾棒坛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作为统一狮队的明星投手，他将在9月28日于台北大巨蛋举行隐退赛。这场比赛的票价最高达到8818元，并且包含多项赠品，这也使得这场比赛成为热议的焦点。潘威伦的职业生涯中充满了荣誉与挑战，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潘威伦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充满了高峰与低谷，他曾经因伤势面临职业生涯的低潮，甚至一度担心自己是否就此结束。这段期间，他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复健过程，最终成功重返赛场，并获得了东山再起奖。这个奖项对于他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它代表着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他22年的中职生涯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比赛无疑是2008年的无安打比赛。那一天，他在台南球场面对中信鲸，投出了无安打、无失分、无4死球的完美比赛，成为中职史上第一位达成这一壮举的选手。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也为他赢得了无数球迷的尊敬和爱戴。那么，为什么潘威伦的隐退赛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除了他在球场上的卓越表现，还有他在场下的谦逊和坚韧。他的一生中获得了无数奖项，但他最珍视的却是新人王，因为这是每个选手职业生涯中仅有一次的机会。这种对于荣誉的重视，无疑让他在球迷心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我们不禁要问，
潘威伦的隐退是否会对统一狮队乃至整个中职联盟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的新人是否能够继承他的精神，继续在棒球场上发光发热？让我们一起期待，并为这位伟大的投手送上最后的祝福。你认为潘威伦的退役对中职联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Hot Search 3. 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张博雅以11秒88的成绩完成了女子100公尺赛跑。虽然无缘准决赛，但这已经是她个人本季的最佳成绩，同时也刷新了台湾28年来的纪录。这位来自台湾的田径选手，一直以来被称为跨栏正妹。她的正能量语录和奋斗故事激励了无数人。张博雅的故事并非一帆风顺，在一次比赛中，她曾经因摔倒而昏迷，这对于任何一位运动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然而，张博雅并没有因此放弃，她选择了重新站起来，战胜心魔，继续追逐自己的田径梦想。这一颗不屈不挠的心，使她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奥运赛场。张博雅在训练和比赛中的拼搏精神，让人感到深深的敬佩。她不仅在身体上精益求精，更在心理上不断强化自己。她曾经说过，再多的困难都会过去，只要你不放弃，总会有重见光明的那一天。这样的正能量语录，成为了她在面对挫折时的心灵指引。那么，为什么张博雅能够成为热搜词，并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呢？这与她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有很大关系。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个运动员的奋斗历程，更是一个激励无数人的典范。每一位关注她的人，都是被她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打动。张博雅的成功，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努力？她在面对困难时，是如何一步步突破自我的呢？这位田径女将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值得学习的精神？在她的奋斗之路上，我们又能从中获得哪些启示？张博雅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她的每一步都在向我们展示着坚持与努力的重要性。那么，在未来的赛场上，她又会带给我们哪些惊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共同见证这位田径女将的辉煌时刻。 Hot Search 4. 最近 Intel 这个名字再次成为热搜话题。根据多个消息来源， Intel 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其中包括裁员、股价暴跌以及与台积电的激烈竞争。首先， Intel 宣布将裁员 15%， 这相当于15000名员工将受到影响。这次裁员主要是为了稳固公司的财务状况。根据最新的财报， Intel 在2024财年第二季的营收为12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滑 1%， 但净利则亏损达16亿美元。这些数字显示出公司在财务上的困境，特别是在个人运算事业群之外的其他业务项目上，均出现了亏损。更让人担忧的是， Intel 的第13代和第14代 Core 系列桌机处理器因为程式码演算法引发故障问题，甚至一旦故障就无法恢复，这对公司声誉和市场信心造成了巨大打击。为了应对这些问题， Intel 决定进行100亿美元的成本整顿，包括裁员和停发股利。那么，为什么 Intel 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进行这样的大动作呢？原因之一是其制程技术似乎仍未能追赶竞争对手当前的进度，特别是台积电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台积电的技术优势让 Intel 倍感压力。为了让新处理器更具市场竞争力， Intel 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争取台积电的产能，这也是公司进行大规模裁员和成本整顿的原因之一。这些举措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人们开始质疑 Intel 是否能够在这场技术竞赛中重新占据有利位置。Intel 的执行长 Pat Gelsinger 表示，裁员是难以抉择的决定，但公司必须进行相关改变以应对当前的挑战。那么 Intel 的这些举措能否成功呢？你觉得这样的大动作能够帮助 Intel 重回巅峰吗？ Intel 能否在与台积电和其他竞争对手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这些问题仍然有待时间来验证。你对 Intel 的未来有什么看法呢？ Hot Search 5. 范琪斐这个名字近期在网络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位资深媒体人突然宣布与结婚近20年的墨西哥裔老公罗伯头离婚，震惊了众多粉丝和媒体。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来看看这场婚姻风波的全貌。范琪斐在社群平台上直言，几个月前他还在计划小旅行来庆祝即将到来的结婚20周年，但人世间的事真是难以预料。他和罗伯头在7月11日的第一次协商就破局了，月底再谈一次就决定离婚。到底是什么导火索让这段长达20年的婚姻走向终点？范琪斐表示，他的 version 是他跟我生活很不快乐，我的 version 则是静音的确是第三者，但原因是我们2个人对老年生活的想象不一样。范琪斐详细描述了她和老公对未来生活的不同期待。她的想象是2个人在乡下买个房子，读书种菜，过着平静的生活，而她的老公却想要回到18岁，跳舞到天亮。这样的生活差异使得他们的婚姻难以为继。范琪斐坦言，她在自由开放，也无法和一个心里爱住别人的人维持婚姻关系。这个消息一出，立刻成为网络上的热搜话题。范琪斐的婚姻故事之所以能迅速冲上热搜，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范琪斐本身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媒体人，她的一举一动都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其次，异国婚姻本身就具备很强的话题性，尤其是长达20年的婚姻走向终点，更是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和关注。最后，第三者的介入以及2人对未来生活的不同期待，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使得热度迅速攀升。那么，这样的婚姻哲理你们认同吗？你们觉得对于范琪斐和她的老公来说，这样的分手决定是正确的吗？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可能导致这段婚姻的破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